哎呀，这咋了？走。他们两个人。哥，咱们车在上面啊。我这找我的车。哦，又过来那个。那我的车咋了？这个走。哦，吃饭了那个。我给车转过来，这个抖了。体型大啊。哦，真的呢，人家才别啥。哎，人家才比钱就很多那些。你还上去吗，老三？老三，咱们车在这块儿啊。咱们车在这块儿啊。咋个了？咋个了？这现在转一下。抬上来到车那块儿吃去了吗？这个后面。往西安方向走。哇，真的大那个。你这肉大气那个，只有几头转那个。哦，你个家才大个。在哪里你看？这还有钱。这个老江湖船会搞怕走回来了。可能嘛，没得钱没得出来了，所以这过了。行好了。几个在往下滚。好了。他不能把也挺啥子呢？也行，是他地址也挺好的。好像已经到了这个路的转角处的位置。如果说他全身的走过我们这个路口，是往老中和村的方向的。后面有他这个刚才有想试图从这个运输车的后面绕过来。
路上些东西都个真的是。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山的脚下，但是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到这个画面，因为我们主要拍的是我们象宝宝还有这个亚洲象，他们是在我给大家指下，就是这个山脚这边这个区域往左边这个山脚这样沿着这样下来的，走到这边然后走进去的。我好像也走得下来了。今天我大概直线实路20几米，可能应该是直线20几米，但是高度不一样，因为我在高处，然后像在进攻我在高处很高的。没有，和在那个转弯那个地方。现在亚洲象从山上下来的，他下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太大声，因为当时运家村人都全部挤在那个地方，要保护这个象的。这一点下也下不来了。防止它就走到这个公路上来。好的，象已经。是为了该往里面发了。走到了我们的角落上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水手象他们在哪去了，因为他们从这么远的西双版纳跋涉了这么长的路程，来到了快要靠近濒临的一个区域，也是花了不少心思的。你看，现在很多网友对他们也非常操心哈，就说他们吃什么呀，然后怎么过呀，他们接下来就去往哪里呀？其实我们也很关心这个问题，知道他该不去和他，当然他最好是能回到自己的栖息地，那是最好不过的。现在呢，其实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再给大家讲一下，因为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进沟里面还停了非常多辆的运价车，有几十辆吧。我们眼前看到这3辆还是3辆，1、2、3、4辆运价车只是其中一部分。在我的右下角呢，还有4辆的运价车。在我们的这个方向是去往廖草大村的方向，这个角过去也全部都停了消防车、应急车，非常多的车，包括那里有2张非常大的运价车挡在那里。因为当时像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们很害怕它沿着这条路往这个方向走过去。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设有2张运价车在这个地方挡着，就是为了避免它从这边走上廖草大村，因为那边方向比较挤，然后人比较多，而这个方向呢地形比较开阔，所以就选择了把它向这个方向引导的这样一个方案。那包括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片山上，这条山上，也就是象门下来的这条山上的左边也是停放了几十辆运渣车，就在这个方向上去。然后他们呢是沿着这个沟这样下来的，因为我们停放运渣车就挡住了这个公路以后呢，它不能从公路上下来，它只选择从这个山脚的这个山沟，这个沿着这个沟这样下来的，然后沿着那个口走过去的。所以我们后面在那里停放了4张运渣车，现在对它也是起到了一个阻拦的作用。那现在我们看到它好像快要在进城里面消失了。那你可以谈一下这2天你去追大象的一个感受吧。这2天追大象的一个感受。这2天追大象的一个感受就是真的来找到行踪，因为确实也是，我觉得有关部门对他们做的这个保护也好，工作封堵啊，这些工作是非常的严谨细致的。因为为了保证人和象的安全，其实在象会提前会到达的一些地点，都会提前对这个周围的交通，包括村庄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禁止外来的车辆进入村庄，然后也会告诉一些村民们不要再在这个地里面去干活，会提前告诉他们，然后放大喇叭也好，然后去村通知村干部去通知也好，都是对他们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告知，然后提前做好一个准备。然后呢，包括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运渣车，这也是一种手段，就包括说在大象可能会到达的一些地点投放这个运渣车，就对它进行一些阻拦。比如说它想要往一些公路上或者是一些水路甚至一些山路上去的时候，这些地方是不建议它去往的方向的时候，我们都会
投放这样的运渣车去挡住它，然后避免它走到一些人员密集的村庄城市区域。它这个就是运渣车，它包括了我还看到了一些投放食物的，比如说像山椒，还有菠萝的一些车，然后把这些食物是对他们进行诱导的，比如说想要让大象去往一些我们想要它去到的一些区域，安全区域也好，空旷的地带也好，就会提前在那些区域设置食物投放，然后等大象过来的时候，它就会被美食乖乖的诱惑，然后走到我们想要它去往的这个方向，就是一个食物的一个投放。包括大家可以看到附近的这些无人机，他们也是全天都跟着这些野象群，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跟踪，及时的把他们的这个信息传送给后方的指挥人员，然后指挥人员会根据象的这个出现的地方，对他们及时进行一个预判，判断他可能会去到哪些地方，他可能会翻哪些山，可能周围哪些村庄需要救援，哪些人员需要疏散，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的工作。那当然了，这些无人机我们也看到它没有一直的就是非常低的。就比如说我们平常看见飞得非常低的跟着像这样子，其实会对我们亚洲象造成一个惊吓，所以他们都一般都是飞得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也其实也看到有非常多工作人员就是连夜看守，包括我之前想要到亚洲象群经过的村庄，想要去看一看村庄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就现场都是不能进的，因为其实有非常多的警人员，包括一些公安干警也好、村干部也好、民警特警消防这些，他们都在现场去，就是说执行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解除管制，大家最好不要前往。他们有很多人就是连夜守在那里，我说你们晚上住哪？他就说晚上就住在山上。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然后的这样的就是去保证人和象的安全，所以我就感觉其实也挺感动的。包括我们的网友也是非常关注对亚洲象的这个动态，非常的说什么象宝宝他们会不会饿呀？就下雨他怎么办？刚才有人说他下雨了，他怕不怕淋雨？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怕的，因为我刚刚看他语音里面也非常的畅快。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点是在咱们附近的村民也好，或者是居民也好，一定要就是在象要提前到达的区域，或者是接到预警以后，一定要保持这个距离，不要跑到现场来围观包括一些象去过的地方也最好不要跑过去去看一看、拍一拍，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就大家就保护好自己，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亚洲象能够活在它自己的栖息地，就是在自己的家园里面，生活得更加快乐。毕竟它从这么远的西双版纳来到昆明，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也不知道它会去哪里，这也是一个非常困扰了非常多人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抱着这样的好奇，就关注着亚洲象的这个动态，我们也希望这个亚洲象能够尽快回家。当然呢，现在它已经到我们的山坳里面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它接下来会去哪里，但是一个心情就是非常非常的希望它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自己的栖息地去。那好，就再给大家讲讲我这两天了解到的从我昨天4天了解到的。有4天，我们从前天的时候，从最开始是我给大家确定一下时间哈，我给大家确定一下时间。31号大象在玉溪河那个地方。你看嘛，就31号大象在玉溪河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咱们这个草皮山这个位置。那个时候，大象在这个地方过了一次河，你还记得吗？这个位置？我们首先是大象从山下翻过来，翻到了玉溪大河这个位置，31号位置。然后到达了这个草皮山。当时是进行了一个食物的诱导。当时就在草皮山的这个脚下的时候，是对它进行了投放食物的这个土中有菠萝，还有香蕉。然后它不太喜欢吃菠萝，吃了很多芒果和香蕉，然后满地还剩了一些菠萝。当时我们到了现场，他沿着这条路线到了草皮山以后呢，就再往上走到了我们这个清水河这附近。清水河附近，然后呢又走到了新寨。走到新寨，后面呢，在昨天呢来到了这个在昨天来到了后河的水库，大家在网上有看到一个视频，大象出现在后河的水库。到了昨天晚上呢，他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山坳处，这个火草坝这个区域，老光镜这里，然后到了火草坝。在老光镜和火草坝那个区域，就是
玉溪和临近就是进入昆明那个交界处的一个边缘的地带。他到了火草坝这个区域，是昨天在核桃园村是一个现场封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地形的话，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地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低洼的一个核桃园村，所以当时核桃园村也是进行了一个戒严，就禁止大家进村，在这里面就已经戒严，不能从公路宝溪公路进来了，这宝溪公路这就封线了，这里就不能进来了。那当天晚上核桃园村的村民们也是说，就是他们收到了这个大喇叭的预警，说不要让他们出门。那包括昨天晚上他到火草坝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火草坝往上的北上的这个赵地山这附近的有个干河，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呢，在今天早上凌晨2点钟左右的时候，村里面也收到大喇叭说，这个大象就已经到这个进沟里面了，非常近的一个区域，然后让大家不要出门，让他们待在家里面。那当时村民告诉我说，他们的那个位置在火草坝和他们干河中间这个区域，可能白天他们白天的话，可能在他们这个地方远一点都可以看到它的这样大概可能几百米。然后呢，到了今天上午，就有村民在我们这个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螺丝塘进沟的这个位置，有村民拍到了大象的照片，然后当地的也说，螺丝塘进的村民们也都互相通知。大象已经到了这里了，让大家不要出门，就在这个进沟这个方向。我相信我们的这个项目可能是从这样过来的，也有可能是这样绕了一圈。当然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走的，但是大概就是从这个方向，火草坝这样绕到这里。就在今天下午4点多左右的时候，4点28，他就从这里沿着这条河谷的边缘，我们这个山脚再慢慢的走下来了，就走到这儿。那当时呢，我们是在这条线上，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公路，很小的公路，在这条公路上投放了几十辆运渣车，就是为了阻止它沿着公路走下来，走到往北去到廖草坝。这里呢就是廖草坝，我们为了防止它走到廖草坝呢，在这个路口的这里呢，在这个口的这里呢，停放了2辆运渣车，也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停放了2辆运渣车。好的，然后所以呢，后面上榜就等于这条路就给它斩断了。那当时呢，我们也非常如我们所愿的，象群呢就从它下来的这个，它就沿着这个，它就如我们所愿的往这个方向去了。那去了以后呢，有关部门就立刻再把运渣车这3辆立刻叫过来，在路口堵上了。但是刚才7点10分左右的时候，山又突然回来了。其实这2天为什么大象的行踪，为什么就是要隔断周边很多村民，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提前预警的，因为你一直都不知道大象会去到哪个地方。就这边就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他们都告诉我们，他们也不知道大象会去到哪里。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这样很多的运渣车，然后来阻拦他们去到人比较多的一些村庄。对，包括他们避免他们去造成更多的一些损失，所以尽量的把他们引到一些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对，一些开阔的区域，包括今天他们也是可能是通过无人机，他们会看出大概在哪个方向哪个区域，所以就在下午的时候就提前将运渣车叫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运渣车，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停放，就已经有到处都在派了。因为我昨天晚上在双河乡附近就看见了有非常多的运渣车在往核桃园村这个方向赶。那他们其实有很多人都是提前好几天，对，提前好几天就已经在待命了。包括这些追象的人，他们可能已经开始连续的工作了好几天。包括今天我有看见其他媒体的报道说，有些追象人在车上已经住了，堵象人在这个车厢里住了4天了，就吃住在车上，然后就是为了堵这个象。就是害怕它跑到一些村庄，跑到一些公路上撒欢，那非常的危险，人和象都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无人机这些红外感应啊，包括这些这样一些科技的手段的监督的一个情况下，提前预判象可能会出现在哪些区域，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阻拦。那我们现在呢就看不到象了，我们邀请我们的后台的导播放一下我们在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拍到的象群出没在螺丝塘进沟里的这样一个画面。
我知道，不要停，不要停。以后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大象，你下午拍到的大象画面。然后你再说一点儿。就差不多了。你给老谭说一声吧，差不多准备结束了。就我们再展示一下大象，感觉应该没什么。这里看不到大象了。他们直播截了图，但是看不到呢。什么直播间的图？他就喜欢走路。不，他都是晃着走的。100，他没说。他快放完了呢。从那边就跑下去了。要下雨了，感觉。看到没有？要下雨。哦，要下雨了。这把这大块没事嘛，我以前。这大块呀。也高价也高肉。我在测。我头也得厚。咋不搞那个？我抖音他没关评论吗？抖音开了直播吗？今天？老谭说抖音没关评论。他们评论。大的过不来呢，小的过不来。我好的一条下涨的，好的都涨多少是不是？这把他们人头都是那个都拿不起啊。高到还得发纸啊，这个都发纸啊嘛，一张纸现在发都，海底上来几点啊？多少50个？没了，一起的。就是说，这个离开，这离开所以说这个离开给他讲他不理解。现在2几条一样，红色，那个是要个几个一起下来。小意。假日上个爬进去，去搞机场。那让他爬进去。那这油量他爬好了，让他爬进去那个。500。